这两天呢遇到个大事啊，忙得我是焦头烂额，也没顾得上给大家拍视频讲相声。这啥大事呢？就是我去给人提亲了啊，黄了。你看我这上火，嗓子哑了都好几天了。这去年啊，也就是春天那会儿啊，有一对这个单身青年呀，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啊。为啥这么说呢？因为原本给男士介绍的那位姑娘没来，正好办公室有另一位姑娘，那他俩呢就碰见啊，就成了。这姑娘呢是27岁，是一名护士，男士啊是28岁，是一家知名上市企业的主管，年薪啊肯定不低的。当时呢是这个姑娘主动追的男士啊，人家这个男方的父亲是一名公务员，是个领导，母亲呢是大学老师，条件还可以吧。而姑娘的父母呢是在农村生活啊，还有一个弟弟。相比之下呀，这个女方的这个家境啊是要逊色很多的。这个男士呢也确实是喜欢这个姑娘啊，力排众议啊，是坚决要在一起。就这样呢，两人谈了有1年多啊，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。这上个周啊，男方就委托我去了一趟女方家里啊，沟通彩礼的一些问题。去了之后啊，那沟通过程啊真的是特别不顺的。女方父亲啊当场就提出啊彩礼20万。那至于理由嘛啊，就是啊这个养大女儿多么不容易啊等等。哎呀，我听到这么高的彩礼啊，我当时是愣了一下，先是问了一句，这个有没有啊这个陪嫁多少之类的。因为很多条件好的这个家庭啊，人家彩礼高啊，陪嫁也是相当高的，礼尚往来嘛。结果呀，人家这个女方妈妈呀是理直气壮的跟我说呀，没有，有4床被子。听完我真的是哭笑不得呀。啊，我也是好言相劝啊，希望能够顾全大局。儿女的婚姻啊，不要过多的去加一些附加条件，彩礼过高啊，且不说国家不支持，这个男方啊，就算最后隐忍接受，你女儿在未来的婆家面前，她怎么抬头做人呢？人家女方父母不管呀，一味的强调呀，自己养孩子啊多么的不容易啊，理应有所回报。反正呢就是沟通了一下午啊，是口干舌燥啊，还是咬死着20万一分不少啊。哎呀，把我气的那嗓子啊哑了好几天呀。回来呢我就把这个情况如实跟这个男方啊说了一下啊，说这个彩礼啊怎么定。男方这边呢就表示啊是坚决不能接受，说呢家里最多就出10万，说能成就成，不能成拉倒。这样呢来来回回啊又给女方的电话又沟通了有2、3次。那真的是软硬兼施啊，好赖话说尽啊，就是说不动。诸葛亮活着他都能头疼。我呢也劝这个女方啊，为了孩子的幸福啊，退让一步，别把事情啊搞得太糟糕。人家不怕呀，说要看男方的态度，这点钱都不愿意出，怎么可能对女儿好呢？你们不知道啊，这女方父母是多么强人呢。反正呢咱也不知道啊，这到底是不是为女儿好。最后啊，这男士啊就抱着希望打电话给这个姑娘啊，希望她能够去帮忙呢，去说动一下父母。结果这姑娘是反过来劝男士呀，20万对你们家也不是什么大钱啊，也不是出不起，我爸妈就是想要个态度嘛，你给他就行了呀，这样呢我就能够嫁给你。哎呀，真的是典型的蠢呐。男士听完是直接骂了姑娘和她父母呀，也不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那就因为这句话呢，双方闹的是不欢而散。谁知这姑娘呀来了一个骚操作啊，回头啊就跟她父母说了，还说了男士骂人的话。女方父母啊气不过啊，就打电话骂了男士的父母。好了，最后结果人家男方是坚决要分手啊，不是彩礼的事情，而是接受不了这样的家庭。结果呀，戏剧性的事情又出现了。女方呢全家又开始说好话呀，去挽留男士，希望我能够帮忙说说好话啊。虽然闹得很不好，但是还是希望能够在一起。这是什么操作呀？把我都给听懵了。这一波骚操作简直了，不仅侮辱了男方的智商，还要给人家脸上来踹一脚，是谁能忍？本身跨越阶级嫁过来就是你享福了，男方能够接受你，还能够接受你的家庭情况，你家里啊那是烧高香了。结果占便宜没够，反过来还想说服男士来接受你们家不平等的条约。20万说来就来呀，1分钱都不少。说你蠢呐，千万别不承认。人家男方不顾阶级差距接受你，求个平等待遇总没问题吧？还要高价彩礼，是不是心里没点逼数了呀？另外呀，挨了骂就应该识趣一点，结果还要当搅屎棍，转头就要跟家里去告状。你这直接背刺的行为啊，外加你弟弟的家庭条件啊，让你未来公婆觉得呀，这笔买卖太不值当了吧？真的是骂你啊，撒泼尿照照自己是一点都不冤。这彩礼啊谈不拢，那咱们就一拍两散好了。结果女方父母发现啊，原来的金龟婿啊一下子变成了村口啊脑血栓的吴老二，这下慌了，赶紧求和呀，整的男方呀跟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反胃。突然想起一句毒鸡汤的广告词啊，3句话让男人给你花20万，我要的只是你一个态度。哎呀，又想上架又想要彩礼，你咋不上天呢？奉劝啊，认清现实，有点逼数才是一个人呢成熟的标志，好吧？
好了，不说了，我要回家养嗓子去了。唠个扎心的话题啊，你没钱敢谈恋爱吗？有个男士跟我说，老师我没车没房，一线城市打工，我每天都要加班，每周都要996，负债10多万，父母没有能力帮我，我也没有可以落脚的地方，就我这条件，你让我谈恋爱干嘛呢？他喜欢一个姑娘，这个姑娘也很喜欢他，但是他觉得自己配不上啊。他说等我有能力了我就去娶她。我说等你有能力的时候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说不，我有能力了，给他买车买房，等我年收入多少之后，我就给他好的生活啊。我说如果有一天她嫁人了呢？他说那我们没有缘分。我问他你会不会后悔啊？他说不会，等他有车有房有钱的那一天，一定会有更多的姑娘愿意跟他的。说这个社会啊就是很现实，你去相亲没车没房，女人就是不愿意多看你一眼。在婚恋圈待久了，我就发现有句话很假，叫你若盛开清风自来。很多人啊总是去想，等我变有钱了，等我再瘦10斤，等我买车买房，等我有多少存款，等我官职极品，等我变优秀了，我才会考虑谈恋爱。这是对他负责，也是对我自己负责。但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一直在追寻的那个优秀的状态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你所谓嘴里说的那种优秀的标准到底是什么？你知道那些能够成为有能力的人的概率不足3%吗？曾经我喜欢一个很优秀的男孩子，但他没车没房，就因为爱他，我好想和他结婚啊。我觉得没有房子不重要，租房也可以。可他跟我说自己条件还不够好，怕我父母反对，怕我跟着他委屈啊，拒绝了。可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，他还是和我提了分手，觉得自己条件不好，自卑，想去赚了钱，有钱之后再来找我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他真的来找我了。除了年龄变大，他并没有变得很有钱。可是曾经的我们也回不来了呀。婚恋市场上有大把的优质的剩男剩女，海归、硕士、博士，名气高，收入太多了。他们是因为不优秀吗？很多人总会是阿 Q 式的自我安慰，说你若盛开，清风自来。这个社会啊，它是金字塔状的，你每迈上一层，和你同层级的人数都是断崖式下跌的。在你变得优秀的同时，你也在变得大龄啊。所以时间和你究竟到底谁赢过了谁？你以为所有人都是图条件、图物质的吗？乖乖，真实的人性啊，它需求是很复杂的。我们从感情当中期待的远不止价值和资源的互换。也就是说，你优不优秀都会被爱的。你条件不好，你不自信，你觉得你筹码越多，你表白的胜算越大。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，你的筹码未必是对方需要的筹码。在整个婚恋市场上，想要依靠条件取胜，那些都只是暂时的。维持关系如果靠贪欲而不是靠爱，那么关系会变得非常的不稳定，因为市场上总会有比你更优秀的人。乖乖，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不是你有能力、你有钱了就可以去解决的。尤其是有一些男人啊，会很内耗，觉得对方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没钱没本事，看不起你。有一天你就会发现，当你条件好了，那个一开始不喜欢你的，最后他还是不喜欢你，你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，因为他追求的和你提供的价值并不匹配。人生啊，不缺你在优秀时候的伴侣，缺的是你在变优秀的途中啊，有人能够给你一种安全感，告诉你别活那么累，我们慢慢努力啊，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。如果你遇到这种人啊，兄弟啊，相信我，那个人是真的爱你，你这辈子可能遇不到第二个了。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，你遇到他们的时候，你会觉得之前的一切准备和标准其实都没有什么意义，你只想留住这个人。乖乖，当你错过了，你只会是遗憾的。我跟你们说呀，我最抵触的就是跟二婚女打交道，我真的是要快哭了呀。就是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的脑回路啊，他们到底在想什么。你们出门啊，遇着得小心点，指不定人家在梦游呢。上午就有一位离婚多年的女士啊，梦游到我这里了，要找对象，36岁离异，有一个儿子啊，跟着前夫。那她本身啊是不带孩子的，本科学历，在教育培训机构上班，据说是个校长，月薪在5000左右。咱也不知道这校长的待遇这么不咋地啊。他呢是有车有房，长相普通，很瘦啊。他上来呢也不墨迹，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就想找条件好一些的，这车房全款是必备。男士要长得好，条件好，要么赚得多，要么工作体面有权利，年龄还得要30到38岁，未婚或者是离异没生孩子，年龄大的还不行，带孩子的也不行，他怕人家有家庭啊，这麻烦事啊不断。我听到这些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啊还是很平静的。那许愿池里的那些王八们啊，他们也没什么意见，我们呀都见怪不怪了。这以前吧，我还急得呀直跺脚，耐心去劝呀，现在知道了啊，压根就劝不动啊，那咱就听热闹就好了。等这个女士呀终于说完了，我就问她，我说那你介绍一下你自己的情况，这优势啊在哪里？这有的姑娘她要求高啊，但是人家啊她自身啊她情况好呀，
咱呀可不能狗眼看人低呀。他说呀，自己的优势在于身材好，经常练习瑜伽，这个比较自律，学历呢是本科，工作稳定，自己不带孩子，而且前夫也不需要他来出抚养费，父母在家里呢是种苹果的啊。我说挺好，那你要彩礼吗？女士听了说呀，彩礼肯定要的呀，这条件好的人家也不差彩礼吧。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，前夫就给了10万，我也为了这个家呀操劳了不少。那二婚总不能比一婚还差吧？听完呢，我就对这个女士说呀，哎，你还别说啊，这前些日子啊，真有一位女士和你情况差不多，37岁离异还带个孩子，本科学历在私企上班的，人家就找了一位啊34岁啊留美回来的博士，未婚，在金融行业工作的，年薪都超过100万了呀。这两人结婚了，现在过得很幸福。女士一听啊，就特别来劲啊，这眼神啊是锃光瓦亮啊，真的呀？那还有这样的男士吗？我说我还没说完呢，人家女士父母经营家族企业，年收入啊少则几千万，本地一套别墅啊全款，人家说买就买，家里孩子都不用老人带，保姆都雇了好几个，男方给了彩礼100万，人家女方陪嫁车房直接写男方的名字，那你有什么？你能给人家男方什么呀？女士听完就跟我说呀，那这种条件好的女的，那世上也没有几个呀。我一听，对呀，那优秀的男人他也没有几个呀，人家凭什么要娶你啊？大白天做梦还没有睡醒吗？要啥啥没有，谁给你的勇气让你这么敢提要求啊？人家条件好的，未婚的都一堆上杆子的，显着你了还？你以为多出那3000多万的男人是任你挑还咋地？你一听搁农村的，那甩脸子就走，你那2个眼珠子他都看不下去，都离家出走了吧？就剩你搁那瞎找的。你家厕所就穷的没水没镜子吗？动不动就要找条件好的有能力的。有些女士哈，我一听这条件我都气得要命，明明自己啊段位很 low， 非要幻想着跨越阶级找对象，幻想着王健林当你爹。不是不能找条件好的，而是你得看看你自身的价值配不配得上这个要求啊，有没有资本能竞争过其他的女士啊？配不上呢，咱就悄没声的回家关门睡觉。王八们送客以后啊，把门关紧点，这种人不让进。